这些家伙太能吃了，看到人过来啊，马上就进来了。本来到外面玩的还好的，但是这个肚子啊，全部已经吃饱了，也不能拼命喂。这个牛就是这样，一点控制力都没有。你给它喂多少，它吃多少。有的时候看他们吃的那个肚子胀的都有点吓人了。上次有朋友问我，到底是养公牛好还是养母牛好？我认为啊，新手养母牛要比养公牛好。可能这个观点啊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，因为说新手没技术啊，养母牛很多东西不懂啊，什么下崽啊，反正其实问题绝对要比公牛多嘛。但是从长远的利益角度来讲，我认为啊，自繁自养，入手母牛才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。其实真正要讲啊，养公牛的技术啊，比母牛我认为要高多了。因为现在都流行养西门塔尔嘛，那一个个的都要好的，那必须得3、4代。如果花色达不到啊，那绝对不会要。像养这么好的牛啊，你一般的养个20、30头，真正要讲赚钱的，我认为不是太多，就是赚一点辛苦钱而已。如果那种散户啊，20、30头的，如果是养这种好品种的育肥啊，那真的还不如养母牛。我认为好品种的牛啊，只适合大厂。像那种大厂啊，第一他们有资本，无论是到买牛还是到卖牛，还是说他们在平时喂养方面呢，他们的投入那都是高标准的。像真正的散户，你买个10、20头、20、30头那种，你都拼命想去降成本，因为吃不起啊，感觉太贵了。前期买牛就把很大一部分资金就花掉了，后期还要大料去喂它，有很多人就承受不住。再说像这种肉牛啊，它的价格浮动比较大。养母牛相对来说它的成本要低一点。就是说这个牛啊，你不用把它养得太好，然后养得太肥了反而不好，所以它对精料的要求啊不是很高。相对于散户来说，你养个10、20头，它的成本要低很多。你可能自己种点草，或者说像我们南方收点稻草，有些收点玉米杆，稍微配点精料，一头牛可能就是那么1斤2斤的，品种好的可能要2、3斤，下了牛犊的3、4斤。我们的精料少得很，少得可怜。我们都是靠豆腐渣在养它们，豆腐渣加稻草，所以我们的成本相当低。当然了，这个牛也长得慢一点，但是母牛无所谓啊。像这么大的母牛，有个1.3米高，或者说有个700多斤，就可以配掉了。配掉之后呢，虽然营养要求要高一点呢，也不会高太多，因为养太好了，你怕它难产。像养那种20、30头的，如果有场地，你最好是放养，这样你的成本基本上就只有人工了。如果牛太瘦啊，你自己补点精料，补点微量元素也就够了。反正我是认为啊，技术牛的、有技术的，你可以玩育肥；如果技术稍差的，可以慢慢学技术养母牛。哪怕你1年不会，我2年、3年我还不会啊，对不对？再说放起的牛啊，像放养的母牛啊，一般问题很少。